缺工这两个字，你这阵子一定常听到。根据111人力银行的调查，将近70%，精确的说是68.3%的餐饮店家说自己真的缺工，只缺一直开，人就是补不满。听到缺工，我们直觉会想成是不是台湾的人真的不够了？但同一份调查里还有一个数字，餐饮服务业的平均月薪是34830元，超过4万的只有1%，不到3万的反而超过1%4，这就有意思了。缺工这两个字，其实悄悄把两件不一样的事混在一起讲了。一件是这个社会的人真的越来越少，另一件是用这个薪水、这种工时愿意来的人越来越少。一个是量的问题，一个是价的问题。而我先把结论放在前面。这一集我想说服你的是，餐饮真正的缺工，主要不是量，是价。而这个价的背后，藏着一整代人悄悄把自己的时间重新标了价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许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站在店家这边看，缺工是真的。一家店要开门，内场备料烹调，外场点餐送餐，尖峰还得同时应付一整批客人，少一个人不是少一塞门，是整条动线都会卡。而店家找不到人的理由很集中，工时层层，假日轮班、久站、搬重物，还有最直接的一条，薪水没有竞争力。那为什么不加薪去抢人？先给一个对照，2026年的基本工资月薪是28590，而餐饮全职平均34830，听起来高一点，但这是把主管、店长都算进去的平均。真正第一线刚入行的那批人，拿到的离基本工资并不远。而站在老板这边，他是个夹心饼干，一边想加薪把打工的留住，另一边同业竞争太激烈，不敢把成本加到消费者头上。上一集讲过，菜单价格不是想涨就能涨。加薪抢人对很多中小餐饮来说，等于把本来就薄的利润让出去。所以这不是老板黑心，也不是打工的懒，是两边都被夹在同一个结构里，动弹不得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说，那不就是少子化吗？人变少，当然缺工。少子化是真的，台湾人口已经连续30个月负成长，一年就少了10万人。今年上半年新生儿只剩4万6千多个，2月那个月更跌破7000，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新低。年轻劳动力确实在缩，但少子化只解释得了量的那一半，它解释不了另一半，为什么还在劳动年龄，明明有人却不愿意进来。而这一半有一组数字可以直接戳破。2026年5月，整体失业率 3.27%， 是26年同期最低。听起来像大家都有工作，但把年龄拆开，15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 11.14%。把两件事摆一起，一边全台估计约24万个职缺找不到人，餐饮喊最大声；一边青年失业率是整体的3倍。停一下，想想这代表什么？如果真的没人了，失业率应该贴近0才对。可是24万个缺，加上一整批失业的年轻人，两件事同时成立，只说明一件事：不是没有人，是有人，只是这些人跟这些工作对不上。经济学给这现象一个名字，叫结构性失业。职缺在这，人也在这，就是配不起来。当然，青年失业率高，有一部分是刚毕业还在找方向，但缺口那么大，已经不是过渡2个字盖得过去的。那为什么配不起来？这就得换一把尺。这里有个词叫劳动力供给，在特定薪资下，愿意工作的人有多少？关键就在特定薪资4个字，薪水和条件一变，愿意来的人数就跟着变。所以配不配得起来，不只看有多少职缺，更看在这个薪水、
这种工时下，还剩多少人愿意来？现在我想带你做一件事，把时光倒回30年前。30年前，一样是摇一杯饮料，一样是领2、3万，但那个年代房价物价没有现在这么高。一个普通人认真存个几年，买房、成家、翻身，是一个看得到、拼得到的目标。消费者口袋里也有钱，愿意花，所以同样的低薪，在那个氛围里是先忍几年，以后会更好的绊脚石。30年后，同一杯饮料，同一份薪水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，那个以后会更好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房子买不起，认真拼几年也一样买不起。当一个你愿意拼搏又有机会达成的人生目标消失了，人会很自然的把欲望降回到当下就能满足的小小的尺度。于是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：我宁愿少吃一只鸡腿，也不要看老板脸色。因为看老板脸色换到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。比起规规矩矩的上下班，当下的时间自由是我马上就能享受的快乐。未来已经太远，我不想再为了一个到不了的目标去延迟我现在的享受。这不是懒，这是一次很理性的重新定价，只是它标价的单位从层层换成了当下的自由和快乐。而问题就出在老板那把尺，标的还是钱。摇饮料取代性很高，市场行情就是3.5万，他也给不出更多。于是两把尺就这样对不上了。打工的人心里想的是，我这个人值5万，老板心里算的是，这份工作只值3.5万。两边讲的都是值多少，数字却差了1.5万。这道缝不是谁在说稳，是两个人根本在量不一样的东西。一个量我这个人，一个量这份工作。所谓缺工，缺的从来不是人，缺的是这两把尺对得上的那个交汇点。所以领多少钱，做多少事这句话听着很公道，但它藏了一个没人回答的问题：领多少钱是多少，做多少事又是多少？打工的填5万，老板填3.5万，在房价和未来都变了样的今天，这两个数字还有没有可能对得上？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